好，来关注加萨这边哦，因为现在有一些这种让大家很痛心的画面不断在出现，但是为什么就是没有人赶紧让这一场战争踩上刹车呢？这一幕画面让大家看了就是忍不住鼻酸哦。美联社有报道说，以军呢锁定加萨中部的一个马加奇这个难民营哦，他一辆这个汽车发动攻击，然后就车上的2名男子跟站在旁边的一位61岁的女子身亡。那这个故事的发生是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他们救难人员呢，赶快去载运死者啊，然后要送到医院之后来确认这个死者的生命迹象嘛。结果没想到翻开之后，发现是救难人员的妈妈。我们来看看。والله في عالم يا علي لا والله ما عرفتها والله ما عرفتها يا الله شو رفضنا ما تتعامل معي يا عمي 看到这一幕真的很鼻酸哦，就是救难人员那时候忙着在救难的时候，还不知道眼前的竟然是自己的母亲哦，所以当他翻开来发现的时候，他是整个泪崩溃了。所以这样的一幕一幕其实都是发生在加萨哦，但是有没有人把这样的声音传出来呢？让更多世界来听见这样的声音，而不是说好像以美国媒体为主的把这些声音给掩盖住了。你看美联社只告诉你说有谁死有谁死，可是没有告诉你说这背后这么痛心的故事。那再来，你看到这个央视也有一个报道，他们去访问了一个加萨医院的院长。那这个院长也是哭了，他说他们现在加萨医院只剩下2个医生，在面对到145名急需手术的伤者。那他难过的点在哪儿呢？他亲手埋葬掉他被杀的儿子。这个是登上今天微博热搜榜的第2名哦。那他说他其实跟他的儿子是正要去救难，结果没想到就是儿子就变成了被攻击的目标，然后因此儿子就丧命了，导致现在他们整个医院里面，他那个画面里面拍摄到的全部都是受伤的、急需手术的，但是这一个院长却还得打起精神，把自己儿子给埋葬之后，再继续来救人。我看到他那个崩溃的样子，在那边旁边擦着眼泪，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人间炼狱？怎么会有这样子还在打着正义旗号，然后继续这一场战争的以色列呢？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巴勒斯坦现在常驻在联合国的副观察员，他讲到，他就说我的家乡，我看到我同样的这个家乡里面的人民被屠杀，我却还要站在这边，他是非常难过的。我们来听一听。You know how it feels to stand here while your people are being slaughtered, starved to death, to explain why your people are worthy of being saved, to explain that your civilians are not less civilians, that they're entitled to protection, to sit here in the same hall as those who have called your people human animals. 对，到底有没有人听见加萨的声音？有没有人听见巴勒斯坦人民的声音呢？所以你看到现在连这个联合国的官员都在讲说，美国就是以色列在加萨所作所为的帮凶啊。那另外，现在伊朗呢也打算是不是要在选前来还击以色列？白宫是提出警告，就说不许还击哦。现在是不是这个世界的法则就是跟美国站在一起的时候，做什么都不会被指责？但是如果你面对到你站在对立面，你想要还击的时候，通通都要变成说，你不许这么做。那你看这个白宫的发言人尚皮耶就讲说，如果伊朗执意为之那美国将会协助以色列防御哦。那美国的媒体甚至讲说，伊朗现在打算要经过伊拉克境内的这个亲伊朗的民兵来发射这种弹道飞弹跟无人机来做一些回击。伊朗这样的回击，他们宣称会使用10到20千瓦的雷射武器，还有这个来对于以色列进行一波攻击
所以以色列现在他们内部的声音就讲说啊，我们要赶快有这个铁树雷射防御系统啊，那希望赶快来购买，避免这个被伊朗的飞弹攻击哦。那现在连川普都跳出来讲说，他好像跟这个纳坦雅胡有秘密协议啊，就说如果他11月大选获胜的话，希望纳坦雅胡在明年1月结束战争。那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能够兑现啦？因为大家真的不乐见加萨的一些无辜的人民再继续受到战争的伤害了。那么现在目前的这个美选哦倒数计时，马上11月6号就要下个星期3就要选举了，所以现在看看他们 CNN 的民调显示出来，在密西根州贺锦丽是领先的，威斯康星州贺锦丽同样也是，不过在宾州的话是势均力敌哦。但是现在川普的声量一直在上涨哦，包含了他很会操作一些议题，去麦当劳打工，或者是搭着垃圾车反讽了拜登阵营哦。那所以连马斯克现在都不断在帮他拉抬这个声势嘛，好一阵子了。他讲说他会是美国最有趣的总统。那川普现在也是叫板这贺锦丽，讲说CBS 之前我们有讲过嘛，贺锦丽的专访被人家诟病说是不是擦脂抹粉在替他塑造正面形象呢？那川普现在讲说他要去告 CBS 哦，就说你怎么好像只问好的不问坏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好像带风向的一个意思。美国选举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垃圾大战哦。那当然，这个川普之所以搭垃圾车，就是要反击拜登，讲说，支持川普的人选民都是垃圾。现在搞得这个贺锦丽也要赶快跟拜登切割。但是拜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哦，在万圣节的时候，人家讲说，带着小朋友啊去跟这个拜登问候致意的时候呢，结果竟然拜登还张开嘴巴做事要咬婴儿的大腿跟脚趾。那这个画面就让大家觉得说，天哪，这个诡异画面实在是太奇怪了。然后就连吉尔也扮成了这个熊猫，扮成了熊猫，让大家觉得说你们两个在干嘛呢？我们来问一下亮哥，这个以色列啊，这个加沙，我认为以色列现在在观望啊，因为我觉得川普那个意思啊，说希望你1月之前结束战争啊，隐含着你就赶快打哦，所以他并不是要立即停战。这个跟乌克兰是不一样的，俄乌战争，川普是会直接介入，然后希望就不要再打了，那以色列是我就放手，你赶快打，能打多少算多少，到1月吧，那我觉得真正只有力量才挡得住了，这种联合国啦、国际的谴责都没有用了，所以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就是打得相当不顺，目前就传出，他大概也有类似2006年那样的伤亡。我觉得除了这个力量，就是军事了。除了军事之外，都没有用了，都没有用了。虽然你看了感到非常的愤怒，或者感到很悲伤，可是因为军事的实力实在悬殊太大了，所以除非有另外的国家要介入，可是目前完全没看到，那伊朗这个说要在选前还击以色列，这个也实在难以想象啊，因为你这样不是帮了川普吗？这个我不认为阿拉伯世界会刻意去制造一个局面让川普当选。如果纳坦雅胡是啦，普京是啦，金正恩大概也是啦。可是我认为阿拉伯世界还有伊朗，他们应该不会乐见川普当选啊，因为川普就是一面倒支持以色列的人所以他就是放手啊，就让以色列就全面去打我的感觉是这样所以我难以想象说伊朗在11月5号，今天都11月2号了，说之前要来回击以色列，这个实在是我不知道他的计算是什么，这个逻辑真的蛮怪的，我无法理解啦而且你这样回击，你有达到以色列的要害吗？那如果再激起我们说那个飞弹乒乓球那对伊朗也不一定有利啊。那至于目前的很多新看到的民调我认为都是假民调啦，尤其 CNN 那个绝对不可能是真的啦，那个根本可以忽略，不要参考了。CNN 已经变成这样的地位了。好，来问一下赖老师。我觉得在联合国内
因为大家都知道，唯一能够制止以色列这样的不成比例的毫无人性的这样的一个屠杀，其实在联合国，我想绝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到了这种无法忍受的边缘了就是说，你以色列你烧够了没？可以了吧？你应该停止了吧？其实连欧洲的外长都说我们已经失去人性了。我们是指欧洲人，他说我们欧洲人都已经失去人性了。我们所谓的人权是我们欧洲人的价值，但是我们把自己的人权践踏成这个样子。我们对以色列都不闻不问，我们对于加沙地区的这一些可怜的人、被屠杀的人，我们都没有主持正义感。我们都已经是把人性丢在地上了。所有发展中的国家都瞧不起我们了。现在我们到哪一个国家去，哪一天不被骂，哪一场活动不被骂，他们自己都已经觉得，你看看哪一个国家的领袖，包括马克龙到哪里都被骂。那美国也是。但换言之，也就是他们都知道，唯一能够制止以色列这样做的就美国。可是美国就一直装睡啊，他就是不醒来，因为他的态度就是说我不在乎。那你能对我怎么样？反正你们唯一能懂的外语，绝大部分的都是英语。那英语掌握在我手中，英语的媒体掌握在我手中。我只要把它翻来覆去，哪一天舆论方向又变了。因为你们大部分的外语只能用英文嘛，所以你们一旦翻译成为本国语文的时候，那看我怎么写，我怎么编，我怎么凹，我凹过来的就凹过来了。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舆论也会，舆论场上美国还会再把它凹过来，把黑的说成白的。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这么多年几十年来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就是都把黑的说成白的，明明去侵犯，明明是入侵阿富汗，说成是打击恐怖主义。阿富汗从来没有发动这个美国的恐怖主义的战争啊，然后是宾拉登啊、盖达组织啊，那是美国人养的宾拉登、盖达组织，美国人成立的、协助成立的宾拉登、盖达组织，把它栽赃抹黑，说是阿富汗的政府所做，你就可以知道他们把黑的都说成白的，而国际舆论都是如此。在以色列的战争、乌克兰的战争都是如此，台湾的民进党不也都是跟着美国走吗？好，那现在的情况是不可能改变过来，那怎么办？那根本无力可解嘛。那为什么会突然间这2天又传出一个新的消息？而美国也好，或是以色列也好，都说他们获得可靠的情报，是伊朗即将要反击，而且要在美国的大选前要反击。那为什么美国跟以色列的情报都收集到这一些？我觉得你不能排除是伊朗故意放出来的。那有人说，是不是从伊朗直接攻击？现在最新的情报说，很有可能会从伊拉克对以色列进行攻击。那伊拉克现在是目前被美国军事占领，但是问题是有很多的地区，美国没有办法完全管制得到。那如果伊朗透过伊拉克的民兵组织对以色列进行攻击，那以色列到底是要反击伊朗还是反击伊拉克？这又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可是这样的情况已经让以色列紧绷了。为什么？它可以有效地牵制住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因为它要有更多的力量去防卫自己，防止从伊拉克对它的攻击。好，请教将军。这以色列在加沙的这方面的屠杀变成人类的公敌，因为这个就已经涉及到种族灭绝的人类屠杀罪了，然后也是以色列也变成国际的公敌了，因为它的严重违反了比例原则，这个杀太多了，已经杀了43000多人了，光在加沙这个地区，在黎巴嫩南部黎南地区还不算，光在这个地方就杀那么多，而且老弱妇孺没有差异。今天如果对的是哈马斯组织，对的是军人，那他这样杀戮的话，可能在另外一方面还有解释得通。老弱妇孺他都杀，尤其这些妇女，但手无寸铁，毫无抵抗之力，结果都把他杀死了。那这个透过这个文宣一出来之后，大家对以色列大家挞伐，包含美国都要背负非常大的这方面的压力。那还有一个，他的这一个严重的违反比例原则，会造成以色列在这方面国际对他的压力会越来越重。那以色列怎么样去交代呢？我认为不是美国11月5号总统大选前、大选后
以色列都要背负，美国也要同样背负这方面的压力，因为这会持续，大家会一直发酵。这些的影片、纪录片都会透过现在的这些文宣、这些电子档、这些我们讲到的这些电子记录都会传出去。那对以色列来看，没有像以前，他以前可以遮掩，没有办法察觉到以色列的杀戮那么的重，那么的无差别。另外，我们来看这个就是雷射系统，就是我讲的铁束系统，这个伊朗也在做研发运用，以色列的铁束也在研发运用，能够局部来取代这个铁穹的这种反火箭系统或者反弹道飞弹系统。但是铁束系统因为它是雷射，它雷射的话越远，这个效果是越差，与距离成反比。那它真的有效的距离只有2公里到7公里，最远到7公里，7公里以外就不行。而且针对的是慢速的目标，比如说是无人机，比如说是火箭弹。但是对导弹快速的移动的目标，铁束系统这种雷射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效果也是有限的。所以我认为双方不管以色列也好，或者伊朗也好，有铁束系统的研发跟运用，但是它所能够在战场上所能够达到的战略效果是有限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美国的股市我们看到道琼昨天狂跌了200点呐，然后这个科技七雄真的是变成了7只熊7只熊往下探，熊市吗？那他们讲说，其实包含了像是脸书啊、Meta 脸书啦，就母公司脸书，那这个微软那所以你看到这个7巨头几乎是全军覆没，这已经在百度的热搜榜的第1啊。那这个7巨头市值甚至蒸发了4兆元。像是苹果就跌了1.82%，英伟达、微软、Google、亚马逊、Meta、特斯拉全面下跌甚至微软创下了近2年来最大的跌幅。那我们看到这有些数据统计出来，哇，这样一天蒸发了4兆元，真的是非常大的震撼那苹果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它这个第3季在中国大陆的销量，好像不是很好，所以就是也让它有一波这个下滑，就是市场回跌的这样的一个股价行情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华为呢，最近任正非他有接受访问，他就讲到说，其实封闭就是会落后，华为要向美国学习开放包容。他说不管世界如何纷争理论是公开的，科学研究是没有国界的。那美国的科学技术发达得益于开放跟包容，全球人才都到了美国去创新，美国给全世界所有国家所有公司树立了榜样，那就是必须得开放。那如果封闭起来就要落后，所以华为是要向美国学习开放性跟包容性。只是这一番话是不是讲的是以前的美国啊？但是好像明着是夸美国，但是事实上美国现在就开始采取一种不开放、不包容，甚至是卡脖子，然后制裁限制的一个措施美国是不是要赶快回到那样的一个状态，才能够变成一个就是先进创新的美国呢？那再来，任正非也讲到说，接下来华为的未来他还是保持危机意识。他说到今天我们都还不能说自己活下来，中国99%的公司是可以与美国合作的，他们没有受到制裁，他们的晶片算力也比我们高，他们能买到的东西也比我们好。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未来几年能不能生存活下去，不要看我们今天和大家欢聚一堂，以为我们有伟大的梦想，不是，我们还在挣扎当中所以他现在也讲出来，就是华为要保持一个危机感，要继续跟美国这一场，就是一家企业对上美国这样子卡脖子的一个态势。那再来，大家讲到说11月份大家最关注的就是 Mate 70，要推出了，但现在还不知道时间点不过有人发布了说，好像外观手机壳的样子。他仔细一看就说很像是 Mate 50可能是致敬 Mate 50吧，所以把闪光灯和相机放到了这个中上位置，这个辨识度比较高。Mate 70呢，它这一次最让大家期待的就是它的这个纯血鸿蒙，就是原生鸿蒙系统，目前已经有超过15000个这样的一个 apps 已经上架了，所以他们现在很多的版本比方说像它的微信使用起来也比起其他这 Android 系统的微信或者是
iOS 系统的微信来得更丝滑，然后功能更加的强大，所以让大家期待度非常的高。那华为还有一个叫做见非凡的品牌哦，现在要推出了31号，这个品牌计划启动了，要推出超高端市场的这个，等于说要透过这个非凡大师的这个形象啊，来致敬各个领域里面这个创新卓越的成就很高的一些人士哦。那再来欧洲呢，则是忙着要缓和跟中方的关系，因为他们配合着美国，现在来对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加税嘛。但是，他们纷纷私底下各自去找中国大陆聊一聊、谈一谈啊，表示说，我们不是自己想要参与这一个制裁的哟。斯洛伐克的总理抵达了北京，展开了6天的访华行程，他是31号到5号来访问。他说这是他2024最重要的访问呢，也希望拉近跟中方的关系。那芬兰总统呢，他也是讲说希望这个中欧双方能够继续沟通来解决问题啊。那更不用说匈牙利一直都是中国大陆的好朋友，他说其实没有中国，欧洲的电动车是难以成功的。匈牙利的外交部长还讲说啊，他透过社群媒体讲，欧盟委员会无视部分成员跟欧洲大型车企的意见，其实像德国就非常的反对这样加税的这种状态啊。他说其实倒是沉重的打击了欧洲大陆的竞争力哦，所以真的是想清楚了吗？那所以看到现在中国大陆的实力展现出来，欧洲也不得不赶紧透过想方设法各个管道跟中国大陆还是能够保持贸易上的往来。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我觉得美国这个应该是2个因素啦，第一个就是对 AI 实在是太乐观了啦，所以就看到 Meta 嘛，还有微软的财报不如预期啊。因为如果乐观，应该这2家公司都蛮典型的嘛，一个是脸书啊 ，Meta 啊，然后微软，你应该是一路高歌猛进才对嘛，那怎么会财报疲软呢？啊，而且还对应到其他的公司啦，事实上销售量也没有明显增加啦。那第2个因素，我认为是川普了，因为川普的当选的几率越来越高，对，那他扬言什么东西都要有关税嘛，至少要有10%啊。那中国大陆是起跳60%啊。那中国大陆这个到底增多少我们不知道啊。可是这个起跳10%，这影响很大。起跳10%指的是他连科技都要征税耶，比如说针对台积电，他也要征10%的税耶。这个你想一想，你都觉得头皮会发麻啊。这个必然会造成美国内部的经济受挫啦，而且美国新一波的通膨必然会开始，所以我觉得也是有人觉得，时间也差不多了啦，就先获利了结，观望一下啊。我觉得这2个都是原因啦，那我觉得华为就是一家很特殊的公司啦，它始终充满了危机意识啦，就说路跑已经跑到第1名了。还说：“哎呀，不行啊，不行啊，实在是不行啊！我这个前面看不到方向，我还在努力中啊，之类的啊。比如说我也一直抱怨我直播做的不好就结果是要加油，要加油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一直这样的一种危机意识，有点凡尔赛，所以你就觉得他我们举个例子，比如手机。手机市场从去年8月29号到现在1年多出4款手机而且都不一样这其实难度很高啊。你到底有多少团队啊？而且还有别的产品对不对？还有车子啊，而且你说那个建非凡，他要去搞那个尖端的品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大概就是我觉得是任正非的特质啦，这个当然因为任正非太优秀那就会有人担心华为一旦没有像任正非这样的领导，那未来怎么持续创新的动力也会有这个问题。不过就是任正非就是华为最大的公关他不断的在向大陆提醒美国有值得华为学习的地方。其实大陆这样的科技的总裁已经不多了那个民族自信都爆棚了任正非已经走到最前面了，那他还是愿意客观的来看这个中美的科技的差距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领导人很不容易啦，很不容易啊。这个中国大陆其实有越多这样的领导人，对自己是有好处的啦。比如说比亚迪，他要去认真看特斯拉的优点啊，那这样对中国大陆的科技产品一定有好处的。好，来问赖老师。美国科技七雄财报不好，就代表产品越来越卖不动嘛。那在上一季这样子一看卖不动了，那下一季的前景如果也悲观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股市通常是反映未来那对于过去基本上是参考。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对于未来也是持悲观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情形对美国的经济是有重伤的因为这些企业它是支撑美国经济，让美国的税收也维持很高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股市是领先指标嘛？领先指标是很重要的，因为美国已经没有多少产品可以卖了美国的其他的产品其实也都一般哑哑无了还能够维持领先的就是这几家产品了。那这几家产品如果在未来再卖不动的话，那整个美国的经济就相当的悲观了。那现在的情况，其实任正非的这个讲话是有潜台词的，也就是说，美国这几家产品或者美国在过去之所以能够强大，就是因为它开放、它包容，它让世界各国的人才都能进来也都能够出去，那所以它才能够一直维持强大的竞争力。可是现在美国已经不开放、不包容了，所以你已经可以预见，未来美国只会一直往下走而已，而不会往上走，除非美国哪一天他的总统突然间恍然大悟了然后痛改前非，然后重新又走回开放包容，不然的话，美国只会继续往下走而已。不过任正非提醒，就是说我们就是华为他讲的是我们华为，我们虽然在目前这些不利的条件下，我们突破了我们站稳了我们的阵地，可是还有别家的公司企业，他们可以获得很先进的晶片，所以华为如果再不奋起直追，那他们能够获得这么多优秀晶片的公司，迟早会打赢我们华为。所以我觉得他的用意就是还要再继续努力，不能够因为我们现在的胜利，我们就得意了我觉得永远保持谦虚，永远保持危机意识，永远学习，永远要突破。我觉得这个就是华为的精神所以就有点印证前一阵的传闻，说不许讲遥遥领先这个词，对，不可以再讲了，要有这个危机感，对，要有危机感，保持进步。来问一下将军，美国面对这个现在跟未来的国际市场它是由这个要靠封闭来保护自己，应该是以前它是很有自信开放竞争，那现在没有了，它要开始封闭保护自己，小院高墙来关税保护，那这样的话。换成越保护，美国的竞争力会越弱，因为你只要保护的话，成长的空间、成长的动力、驱动力都少了。因为有保护啦，那就没有关系了，变成这个状况。所以美国这个结构性的问题要去解决。它以前的时候，美国是独占市场，你看他们以后卖什么东西，独占市场，甚再差一点变成寡占市场，美国几家就把它分掉了。现在不是了嘞，现在是多元竞争呢，大家来瓜分这个国际市场那这样的美国的优势没有了。美国怎么去翻身？所以他现在那是不是要变成吃老本？那吃老本吃到最后面变成透支。你看他每一年都是贸易赤字，一直年贸易赤字，每年从外面买的多，卖出去的少。你这样贸易赤字久了之后，就形成自己完全要靠外面的，因为里面东西贵，里面东西不符成本，买外面的便宜，一直依赖外面，这个有点吃鸦片，会一直依赖外面，那自己的竞争力就衰退了。那你就算是有关税，那只是保护意识，因为有了关税的保护，把关税调高来做对自己的内部的一些产品比较相对的便宜做保护，但是这个只是一时性因为外面一直在进步因为外面为了关税让这个做抵免，外面的东西卖的比便宜，它更有效率，那更有效率之后，那更有竞争力，那美国在这一方面更没有竞争力了，所以我倒认为美国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系统性的问题，它要把这种进口替代，看看能不能马上减轻，不要一直进口替代，进口的太多，表示自己出口太少。那这样的话，自己入不敷出，那年年赤字，的话，造成美元非常大的压力，因为大家持有美元吃得多了，那就买国债，
买美国的美债，买美债买得多的时候，那美国又不要怕，反正大家来买美债嘛，我就印钞票就可以了嘛。但是印钞票总有个极限吧，那造成它的整个的国债跟。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昨天一个震撼的画面呢，是中国大陆释放出来，从央视来播放的这段画面。这是双航母哦，辽宁、山东双航母首次编队的演练。那包含了舰载机凌空飞跃，各种护卫舰哦，也是这样子排列出一个阵型哦，让大家看出来，哇，这个画面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啊！10余艘的船舰，还有2艘的航母领航前行。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看到在空中哦，同样也是有这一个这些战机啊，也是同样的这样随行哦，所以展现出来这个大国气势，以及这一个对美国展示一下现在中国大陆的军力哦。那所以当然美国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呢，其实辽宁舰哦，就是在结束了2024联合利剑 B 之后呢，他们说已经宣布完成年度的远航实战化的训练。那训练期间呢，编队转战了黄海、南海还有东海多个海域啊，来展开实战背景下多个科目的综合演练。那在南海的某个海域呢，辽宁舰跟山东舰首次展开了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画面，双航母的编队演练呢，锤炼提升这个航母编队以及它这个体系作战能力啊。其实前一阵子我们就看到这双航母就停在三亚嘛，可能就是在三亚之后呢，就展开了这一场的这个双航母的演训。那再来我们看到，因为这个辽宁舰重返了西太平洋，现在美国很紧张啊。那辽宁舰呢，它通过巴士海峡进入到西太平洋，这是辽宁舰完成大修之后首次到了南海来进行远程的训练。那航行时间呢，就是9月17到10月25，横跨了这个中秋11哦，所以也包含了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利剑 B 的这个时间点。那辽宁舰服役以来，这算是最长的一次远海行动。那它在这个远海任务期间，亚太地区是没有美军航空母舰部署的，是一个真空状态。换句话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策略，现在大家就在关注啊，你这个真空状态航母的空窗期哦，因为现在美国主力通通都布局在中东哦，亚太真空之后，是不是美国对于这个双航母应该更要提高警觉？因为它完全就是你在这边没有任何航母了，那这个中方就是给你看看这个现在双航母的这个编队演练，也引发了美军的紧张，现在要紧急增兵来掌握紧张的局势哦。那再来看到解放军的运9无人机也出现在日本冲绳附近的海域这边。这是日本防卫省哦，在10月28号公布的一些新的这个动态。那他是说有发现到解放军2架运9的飞机哦，以及这个1架无人机飞过了琉球，也就是冲绳、宫古岛之间的海域上空。那这个也代表说，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布局啊，现在面向是更广的。日本也是在它的这个布局范围之内。那还有呢，这个美国不是在进行一个大国战争的一个军演吗？在10月份的时候，在夏威夷举行哦。那纽时就讲啊，这我们昨天看到的消息是说这个美国呢陆军正在为了跟中国大陆可能爆发的冲突来准备以及转型哦，要更快速的部署到亚洲。但是拉垮的是什么？是后半段哦，就是竟然空降的成功率只有57%。就我们昨天只有看到前半段讯息，那后半段讯息他就讲说这个军凸显出非常大的问题哦，就在10月7号的时候，这些伞兵从空中跳下来，然后只有492人成功抵达。根据德国之声的计算，空降的成功率只有57%哦。那其他没有成功的是怎么样呢？就是有一些是提前降落，或者是落地之后扭伤脚踝，或是头部受伤哦，甚至还有一个19岁的士兵，他降落伞没有开，直接高速坠落，导致脊椎受伤。所以这个状况百出哦。那再来看到了美国的空军，他们这个商业内幕有报道，
美国的国防部督察长办公室根据国防部热线上接到的检举这个举报发现这个状况就开始审查。那发现到说，空军有没有以这个公平合理的价格来购买 C-17的运输机配件呢？那这个报告显示出来他们其实这个波音为他们做这个 C-17运输机的时候，配件的收费也是过高的，也就是说波音是不是到处卖贵东西啊？那他们说这个价格，像是这个卫浴造诣器它比起市面价格竟然高了80倍，竟然也是这个有12种的配件多付将近了100万美元之多。那再来，南北韩现在同样也是非常的紧张。昨天讲到这个北韩在10月31号的清晨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飞弹，那这个洲际弹道飞弹就是火星炮19型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嘛。那其实呢，后来这个金正恩有特别出来讲了一下，他说就是平壤永远不会改变强化核武力量的决心日本方面呢，他们也关注，他们就是消息人士讲说，这个飞弹其实是以高飞轨道发射，也就是说这个飞弹几乎是用垂直陡峭的角度这样子来发射，就是这样非常陡峭的这样发射。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飞很远、可以飞很远的洲际弹道飞弹，但是它偏偏是落在日本的旁边，所以它是不是要展现出来，我可以这样子发射来躲避掉其他国雷达的一个能力呢？那北韩的部队现在已经出现在乌克兰，南韩就讲说平壤可能是用这个来要求俄罗斯提供先进的核武技术，就说我用出兵来换你莫斯科提供核武技术，因为这个金正恩有讲不会改变强化核武的决心嘛，所以恐怕也会对于东北亚未来的局势造成一些威胁。那还有美韩呢，当然是看到北韩的一些动作，他们现在展开了一个新一波的演习，在黄海跟南韩中部内陆的上空进行了联合的空中训练。那所以现在看起来有一些照片出来他们说成功击中了一个非常像北韩飞弹发射器的物体也就是警告北韩的意味非常的浓厚。好，这个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真实的双航母作战当然不会这样开啦，太接近通常，不过它意味的当然就是包括海啦、空啦的协调作战，也包括反潜那它通常会散开，然后不同的军舰、飞机做不同的定位，反正就是做一个区域的整体作战那这个美国在那个我们讲那个东地中海去协助以色列就是打加沙的时候，他也是双航母在那边嘛那整个东地中海区域别的国家就没有办法靠近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意味着，如果是在一个必要的情况，他可能会在海上布一个局那让外面的力量根本进不来了那个地方当然不会在南海啦，这一定是在东海或台海嘛，一定是这样嘛。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有相当的难度啦所以这个他展现这个动作，我认为就是一个区域拒止的更具体的一个表现因为区域拒止你本来看到了都是飞弹嘛，就东风系列那么这样就跟你讲，就是说它海空的布局也可以导致区域拒止的效果我觉得大概是这个用意了那这个用意当然你也知道嘛，中国大陆做大动作一定是做给美国看的嘛，包括那个东风31AG 那个洲际弹道飞弹的发射也是给美国看的所以美国做这个动作我就觉得太奇怪了因为美国做这个动作一般人家认为不会发生你怎么会有一个要那个登陆的一个演练呢事实上如果台湾真的发生状况，你的那个空降的那个飞机怎么飞得进来呢这个恐怕才是第一个问题吧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台湾被封锁，那美国要进来，恐怕第一个挑战应该是空军跟海军如何进得来嘛就如何突破12海里的领海线嘛，还有领空线嘛那美国没有在演练这个他反而在演练登陆跳伞这个我觉得已经
已经是很后面了。那人家也不会觉得他会这样玩呐，因为他如果真的有登陆演练，那就等于是出兵了，所以我觉得我真的不知道美国做这个动作是要干嘛因为在亚洲我们实在想象不出他有登陆的可能性因为美国目前的作战方式，你可以从伊拉克啦或者其他地方你可以看到他一定要完全确认风险很低的时候，他才会出动地面部队。所以通常都是海军、还有空军、还有导弹先做攻击，然后才会有后续的动作。所以我觉得做这个演练，距离实际状况实在太远了啦。可是中国大陆那个演练，给人家感觉就是会发生的事情，就基本上是区域拒止，从导弹的威慑，现在进一步到海空军的实际的威慑，那造成的效果，我认为都是一样的。好，来问一下赖老师。大陆这一次在南海展现双航母的编队飞行，这是高技术、高难度的一个动作不只是指挥协调还有就是所有的操作技术，那都是高阶的高级版在全世界目前只有2个国家做得到，一个就是美国，一个就是大陆。所以大陆这一次的展现其实对于所有的欧盟或是对于东盟的这些国家都会有相当大的震慑力、威慑力。换言之，也就是说，今天辽宁号航母已经可以远到南海的一个地区，那么出这个西太平洋，其实它就预示的就是如果澳大利亚跟纽西兰有事没事再到这个台湾海峡来绕的话，那未来中国的辽宁号航母在它的补给舰的支援下，很有可能在可见的将来，那就会进入澳大利亚跟纽西兰的海域，在这个地方来绕去就是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但是你到我家来的是小船，我到你家去的是航母跟航母战斗群然后所有未来中国的这个舰载机也会在这个澳大利亚跟纽西兰的周边来展现一下它的肌肉然后炫威一下这些侨胞，所以未来搞不好侨胞在海上这个划船的时候可以看到中国的辽宁号航母，跟他打个招呼大家都很欢乐因为你澳大利亚跟纽西兰的这个船喜欢到这个台湾海峡来，我想未来那你也可能要迎接辽宁号航母战斗群的到访，这个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事。另外，这个美国跟日本的2年1度最大规模的演习今天要结束了，11月1号。那这个动用了45000人包括了战机、战舰，还有就是陆战队，然后不断进行跳岛的作战演练。你想这中间有多少的军事的情报的价值？所以大陆在这段时间非常密集的派他的运侦9也就是运9的电子侦察机，在这个海域空域不断的在这个地方穿梭，那收集到相当可观的这些军事的有价值的这些数据因为当美军跟日军在这个岛屿穿梭的时候，要联络、要指挥、要协调，那都必须要把它的雷达、它的这个通讯系统等等的操作的方式，那你想想看，这个有多少的讯息可以拍可以收集这个简直是送上来的礼物。大陆当然怎么可能缺席呢？所以你会看到在这段时间，大陆的无人机也好，或者是这个侦察机，各类型的侦察机，还有情报船，都在这个附近里面不断的在穿梭，而且这一次是不停的在这个琉球群岛的这个岛屿间不断的穿梭，其实就是针对于美国、日本的军演而来。这个美国、日本也没办法，因为过去美国、日本对于大陆每次军演的时候，那么也都做同样的事。对，那所以这次美日的这个军演，大陆也就来了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就礼尚往来。你今天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我觉得美国的问题是出在于，他从2001年入侵阿富汗，到2003年入侵这个伊拉克以来，他的整个战略思想都已经根本性的改变，也就是他转变成为一种反恐作战。反恐打击恐怖主义其实就是打游击战打小型部队，打非正规的部队。
所以美国在这段时间这20年来，他把他的部队扁平化了，他把他的部队以海军陆战队为主的这种突击队的这种作战的一个形态，都是小规模的小战斗的形态。那大规模的这种正规军的陆军的这些战术，事实上都已经停摆了。也就是说，他们的整个军队军官，尤其是西点军校的训练的这些军官，是要适应战场的。而他们的战场从2001年以来这20年间，几乎都是打游击部队的一个战争。他现在没有，他失去了打正规战的能力。从阿富汗撤军以来，美军开始要恢复打正规战，所以他现在开始在测试他的陆军到底能不能打。那果然，我记得我以前在这个节目中我已经讲了 N 遍，我说美军不能打大仗了，因为他已经陆军根本没办法打仗，他的投掷能力也不行。果然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的伞兵部队一丢就状况百出，成功率不到50%。这种部队还没打就已经消耗光了，怎么能打呢？我估计他要5到10年，他的军队才能够恢复大规模的作战。好，请教将军。中国大陆这一次首次的双航母编队这是第一次，我认为它的比较困难度，当然在海面上的编队有它的困难，这双航母还包括它的这个万吨驱逐舰，还包括护卫舰，还包括油弹补给舰，甚至包括这个水面下的潜舰。但我认为它空中的难度也非常的高。你看它空中的难度，它有大雁队形，还有双舰队形，双舰队形就出来。这个在地面上提示都要提示的非常的久，而且还非常的缜密，非常的详细。因为如果拿空军来看的话，我们是编队起飞，两架很快就集合完毕。它这个是在航空母舰上起飞，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话，它是一架起飞，然后空中集合，耗的时间很长。你是一架一架起飞的，它一架再然后上去之后起飞之后，另外一架飞机滑上去，再上去，那空中去集合，空中又有个待命区，待命区集合完毕之后，大家通通弄好之后，才通过航空母舰的正上空，然后咱们抓镜头，咱们照相，是这个样。那它这个是，而且它不是电磁弹射，两个都是滑跳起飞，滑跳起飞的速度慢，而且能够12架能够执行完毕，而且这个辽宁号6架。山东号6架之后在空中做一个大编队12架，那又是大雁队形，还有双舰队形，双舰就是弓箭的箭，双舰队形，看它过去的有双舰队形，然后做这么排演。我认为它的这个在空中集合，还有在起飞的时间拖的这个是比较耗时，然后能够顺利完成，这个它的困难度是蛮高的，而且它要跨舰提示，你这6架在那个这个地方，这两个飞行员是不太同一个舰上面的。你这个可能它的视讯要很好，然后大家来共同提示，待会在空中的时候谁摆什么位置，然后怎么样变换梯队，怎么样从空中集合，然后怎么样从空中解散，再回到各自的舰，再落地，包含空中管制，这个都要有一些技巧，有一些规范，要不然在空中的时候你沟通没办法沟通，因为太多飞机了，你叫谁摆什么位置来不及了，那是来不及了。1、2、3、4、5、6、7、8、9、10、11、12号机。每一个位置都要搞得非常的清楚。你在空中叫11号机摆到第2号，第2号机摆到第6号，来不及。地面上一定要提示的100%，还有时间点的掌握，就是在什么时间通过舰上分，这是我们叫做预计到达时间，这个要掌握得很精准。如果预到了没有通过这个到达时间，你拍那个在上面等那个飞机的等的太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各个的角度还有它时间任务提示，然后它的困难度，我认为它在这一方面已经克服了，表示说它的训练有达到相当的水平。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